拉拉抓到老鼠，拉拉从哪里抓到的？我的天！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，今天想要跟各位观众兼股东汇报一下，今年我们米拉爸能力有限公司这一年的收入情况。距离上一支影片相距差不多1个月了，大家有想说这个月米拉爸去哪里了吗？其实米拉爸哪里都没去，单纯就是懒惰而已。这段期间一开始是有点想休息，所以就有空闲时间就跟朋友玩 PUBG， 加上我是一个人有正职的工作，所以我下班之前都是几乎时间都拿来想题材啊、剪接啊，或是拍摄。毕竟拍影片跟剪辑几乎就占掉了我下班之后的所有的时间。那我拍摄的题材也都是需要先做功课啊，上网采买啊，然后研究之后才动手做，然后动手做之后又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拍摄的难度也是比平常的还要再困难。那我又是很需要放空休息的时间，就一直拖延不想剪片，直到今天。而且我只要没有发片，看着订阅数字慢慢上升，我还是有一点点的罪恶感，所以我连 YT 后台我都不敢打开。那今天的话是6月21号，我的频道第一支认真的长片是去年的6月23号上传的，那支影片是从高雄拍到小琉球，所以也差不多1年，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我的频道，顺便来大家看一下我这一年从 YT 上赚到多少钱吧。首先来看到我们的 YT 后台，直接打开的话是这个情况，你看连 YT 都知道说今天是我频道的1岁生日。那现在订阅的数字是8285个人，真的是很感谢大家。其实我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分析好了。数据分析的话，因为过去28天我是完全没有上传任何东西，它的数字都会比平常少很多，像观看次数啊、观看小时啊、订阅人数啊跟收益真的都非常少，所以在过去1个月我完全没有更新的情况下，我还是有1504元，是真的非常少，但是毕竟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那我一开始还是先跟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 YT 要开盈利的话它有哪些条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之前要开启广告收益的话，你的订阅人数要达1000人，然后并且符合下面任一个条件，你在365天内长影片要达到4000个小时，或是90天内公开的秀池达到1000万。其实这个订阅达到1000人跟观看时数达到4000小时，到底哪一个比较困难？其实我觉得也不太一定。我本来以为我可能要花1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1000订阅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蛮冷门的人，所以我并没有抱着任何的期望，我就想说就顺其自然，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是定1年的时间，想说1年应该可以达成1000订阅吧。那后来 YT 又有放宽标准，订阅达到500人的时候，并且符合下面这个条件的话，你就可以开启超级感谢啊、超级留言、超级贴图这些频道会员。但说实在，这个看起来虽然是门槛降低了，但是你订阅人数500人，你开了这些大概也不太会有收益的情况，所以这个就是看得到吃不到。最主要的还是要达成这个1000人及4000小时的条件，你才可以得到广告收益，毕竟广告收益才是一般做 YT 的人他的收入来源。好，讲那么多，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频道数据分析。然后我直接看一下发布至今，因为就是刚好1年啦，我选365天的话跟1年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我在这1年间累积了 167.1 万的观看次数，然后跟 8.8 万个小时，订阅人数就是刚刚讲的。那我目前一整年收入是44226元，有没有很低啊？真的是蛮低的。但是因为这本来就我现在也不是做全职 YouTuber， 所以这些收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我每天喝杯饮料吧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是从内容来看的话，第一部其实也是现在2000多人，但是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不到1000人观看，然后这个也是这其实都非常的低。
其实我一开始频道并没有想说要做什么老屋改造或是什么的，我真的也是有点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，因为我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，然后刚好这个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事件，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买房子，我也查了一些东西，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房子这个题材应该是蛮多人会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就是拍了这部老公寓开箱啊，这部就比较多人看了，但是那时候大概也是1-2万吧。虽然我在公司还有经营，算是帮公司还有经营另外一个频道，但是说实在，观众的口味真的是不好抓，你也很难知道说这部影片到底会不会有人看这样子。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特别的期待，我就是把我做的事情把它拍出来而已。那真的有爆发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台米台风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部影片说真的也没有在我的计划之内，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台风来嘛，然后大家那个时候都很关注台风，我那个时候就是顺手拍，因为我刚买完房子嘛，然后我也想说把这个房子有漏水的情况记录一下，那到时候说不定我要就是申请什么维护啊或者什么的，我比较方便有留下证据。然后我真的就是随便拍一点，然后是直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累积了3天素材，还是我就把这3天的素材影片剪一剪好了，因为刚好那次又放了3天还是4天的台风假吧，应该是4天的台风假。那第3天我就把这3天素材剪一点，没想到刚好搭上流量密码，然后就是这部影片让我的流量跟那个订阅数就一次冲上来，我就很惊讶的莫名其妙，我就很幸运的在过了15天之后，我的订阅数就从62个人冲到1000个人了。那个时候超过1000个人，你的心情是真的很开心的，因为你就是觉得没想到还真的有人愿意因为你的影片按下订阅。然后因为初期的时候看的我的订阅数都是可能20几啊、30几、40几、50几这样慢慢爬，突然从个位数变10位数，再从百位变成100位数，然后这个跳跃的过程依照比例来看，你会觉得它增加的很多，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成就感真的是增加蛮多的。后来发现观看时数反而是不会太难冲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就算你的影片那支很短，但是观看人数有够多的话，其实还是蛮容易达到4000个小时的。像是我很记得我有几部影片都是有搭上流量密码的，像台风天的那几集都是有搭上流量密码。那我现在频道如果用观看次数来排行的话，我现在观看次数最高的居然是帮房子打针这个其实也是我那天，因为师傅已经说好那天要来了嘛，我还特地请了半天假，然后我就是边记录边跟师傅聊天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，然后可能刚好大家真的也需要帮房子打针吗？因为可能房子漏水壁癌本来就是大家都会遇到，所以这部片就变成我频道里面观看次数最高的了。那以这个观看次数最高的24万来说，看一下数据分析的话，这部影片就帮我赚了8000块钱，但是真的这次是最高的，这部影片8000块最高了。然后这部地震的话也是有搭上流量密码，那天地震完我就立刻把3部监视器画面把它剪成一部影片，然后刚好因为毕竟当下是地震嘛，隔天大家就会搜寻地震，所以看一下数据分析的话，它的观看次数简直是狂飙，它这个曲线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曲线真是不得了，直接狂飙。然后这部片的收益是3252块，然后我用这个3000多块，我就再买另外一台监视摄影机，然后就没了。那另外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IKEA 的这一部 ，IKEA 这部我本来也想说没有特别的期待，但是可能我没有拍过 IKEA 相关的题材，然后我的封面我觉得这个封面还蛮吸引人的，然后所以这个观看也是突然的飙高，因为其实后来发现影片观看次数会飙高，通常 YT 就是会帮你大概前48小时会有推，如果48小时之后还没有什么看的话，那个观看次数差不多就固定的，可能就是非常缓慢的上爬。一个月的话，来看是226除以12，我每个月大概是平均现在是3685块。
3685块能干嘛呢？说实在也不能干嘛，而且你看要拍，之前我还蛮认真的，我平均真的是周更1个月就是4部影片嘛，你4部影片拍加减，1部影片拍加减还不到1000块，你觉得有赚吗？真的没赚，完全就是用爱发电，就是我就是单纯记录自己生活，我也没有想说要做 YouTuber， 对，我没有想说要做 YouTuber。然后我们这边看观看次数的话，可以看到这2个特别高的哦，一个就是地震，一个就是 IKEA 的，这2个真的是冲超级快的，但是毕竟流量密码嘛，就是可能就只有一下下而已，之后就趋于平缓了。然后就是每一个时候都会，每次发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波动，但是我的频道基本上目前就是平平的。那目前还差大概1700多订阅，可能会破万。那我会希望说我之后能更勤劳一点，那破万的话我也有机会拍一部 Q&A，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也想慢慢收集大家给我的问题，到时候我再一并回答给大家。大家可以底下留言，或是去我的留言板留言，或是去 IG 留言给我也可以， IG 私讯留言给我可以。那大家觉得这个收益有没有符合你的想象呢？到底是比你想象中多还是少呢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之后可能拍的就是跟车子相关吧，或是因为我的居家改造还没有结束，我本来想说1年了，我应该可以把家里都改完了吧，但是因为真的有一些东西不是很简单，我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但是过程中就会发现还有很多的困难，是我设备不足啊，或是知识不足，我不太敢立刻去动手做，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改造的东西我可能就是慢慢做吧，然后希望我搬进来2年内可以赶快拍一个完整的 room tour 给大家看。咪咪来借我一下，咪咪来借我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到底为什么我家会有老鼠？天哪，完全想不到到底为什么门窗都是紧闭的啊，奇怪。